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米兰。你敢信吗？一间在纽约的酒店居然能照出中南海的权力起落，它就是华尔道夫。2014年，安邦老板吴晓辉在曼哈顿吃个早餐，随口一句话，19.5亿美元秒拍全球地标。那一刻，他想把酒店翻新成富豪俱乐部，还要请 Celine Dion 站台献唱。结果呢，3年工期拖成8年，成本飙到60亿美元，美方工程师都冷笑，拆了重建更便宜。更离谱的是，人没等到剪彩，就先进了秦城。2017年被抓，2018年判18年，梦想一夜崩塌。而现在，华尔道夫下个月就要重开，但这面镜子照到的不只是酒店大厅的水晶吊灯，而是今天的北京，经济数据疲软，政策工具失灵。中共四中全会前，人事风声鹤唳。8年前他开工时，习近平正登顶权力巅峰。8年后他重开，却成了权力钟摆回荡的暗号。这不是单纯的商业翻新，这是一场政治预言。从红色资本狂飙海外，到国进民退猛踩刹车，从修宪登顶到如今内外交困，每一个转折都对准同一个人。更耐人寻味的是，那本被下架的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如今悄悄重出江湖。问题来了，华尔道夫的重新开业是一场庆典，还是一场倒计时的钟声？华尔街日报9月22号报道，华尔道夫酒店于下个月终于将迎来全面重新开业，新装修了375间酒店客房和372套公寓。坚持要获得这家酒店100年管理权的希尔顿，已将这里打造为华尔道夫奢侈品牌的新旗舰店。纽约华尔道夫是一家100年酒店，在美国历史上留下过举足轻重的痕迹。购买这座酒店令吴晓辉声名大噪。11年前的9月份，一位衣着考究的中国商人在曼哈顿半岛酒店的早餐桌上开门见山地表示，他想买下传奇的华尔道夫酒店。桌边的2位美国房地产高管借故离席，给当时拥有华尔道夫酒店的希尔顿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打了电话。这座纽约的历史地标建筑拥有1400间客房，虽然经纪人曾告知这2位高管，华尔道夫酒店的价值略高于10亿美元，但这3个人决定狮子大开口。2位美国人回到桌边，告诉吴晓辉，他可以花20亿美元买下。当吴晓辉还价到19亿美元时，他们惊呆了。到当天结束时，他们以19.5亿美元的价格达成了非正式协议。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于1931年开业，占据了公园大道的整个街区，是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几十年来，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以豪华的套房、奢华的派对以及入住的名人吸引了全球目光。在不同时期，这里曾是多位名流在纽约的居所，比如弗兰克·希纳特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以及为迎娶美国社交名媛沃利斯·辛普森而退位的温莎公爵。酒店经营者康莱德·希尔顿于1949年获得了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控制权。他曾在一张该酒店的照片上写道：“这是所有酒店中最伟大的一家。”然而，到2014年，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已是美人迟暮，急需斥巨资翻新。吴晓辉提出了最初翻新规划，他对规划师和建筑高管团队说，帝国大厦仅用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建成了。他希望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翻新工程也能同样迅速。他的团队告诉他，这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在1930年帝国大厦开始兴建时，正值大萧条时期，劳动力廉价，建筑业老板可以让员工长时间工作，不用支付加班费，也几乎不关心安全问题。吴晓辉勉强地同意了3年的时程表。这桩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复杂，也可能是最昂贵的房地产改造项目，就此拉开了一段离奇经历的序幕。在此期间，吴晓辉锒铛入狱，中共政府接管了该物业，项目截止日期一再推迟。据参与该项目的人士透露，全面改造的总成本最终膨胀到约60亿美元，
最初提议的项目工期为3年，但整个工程延长到了8年。一些参与其中的美国房地产专业人士在思考巨额的资金支出和纽约市场的现状，并对中国业主能否收回投资表示怀疑。曾在 Acom Tishman 建筑部门担任执行副总裁，在项目早期参与了华尔道夫酒店翻新改造工作的鲍勃·阿尔迪说：“我们过去常开玩笑说，把它拆了再建一个新的会更便宜。”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是一个传奇，而吴晓辉本人同样带着传奇色彩。他一生有过3任妻子，个个来头不小，前2任已具政商背景，但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他的第3任夫人，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瑞。这段婚姻让吴晓辉从一个浙江温州出身的商人，直接搭上红色权贵的核心圈层。邓卓瑞的母亲邓楠是邓小平最宠爱的女儿之一，长期掌管中国科协和科研资源，被视为红色公主代表人物。正因这层关系，吴晓辉迅速取得了政商资本的背书，也为他在2004年创立安邦保险集团铺平道路。安邦从一家地方性小保险公司起步，短短10余年间跃升为掌控数万亿资产的庞然巨物，频频在国际市场出手，收购了荷兰、比利时保险资产，甚至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外界普遍认为，吴晓辉之所以能在金融业叱咤风云，除了其商业手腕，更与背后的邓家光环密不可分。在2015年哈佛大学的一次活动上，吴晓辉说，他的投资团队出国考察次数之多，其飞行里程相当于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往返一趟。在吴晓辉看来，他为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支付的价格似乎是合理的。他在哈佛大学的那次活动上指出，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面积为 16.3 万平方米，按每平方米计算，这次收购的价格还不及北京金融区拍卖的某些房产。吴晓辉说，在他看来，能终身拥有这座地标性酒店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吴晓辉憧憬着翻新之后，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酒店走入一个新的辉煌。他告诉一些参与翻新工程的团队成员，他想在酒店内创建一个私人俱乐部，只接纳纽约市的亿万富翁。他曾考虑将大宴会厅改造成一个供住户使用的私人健身房，晚上则变成一个夜总会。吴晓辉构想，当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重新开业时，将举办一场贵宾舞会。舞会开场是古代中国武士的全息影像进入酒店，随后是曾居住于此的名人希纳特拉与玛丽莲梦露从一辆黑色豪华轿车中走出来的类似影像。然后他希望加拿大流行歌手Celine Dion本人能亲临现场并登台献唱。然而，随着吴晓辉的被捕，这一切都化作泡影。2017年6月，吴晓辉被中共有关部门带走。2018年，吴晓辉被判囚18年。中共政府接管了吴晓辉的公司，并安排国有的大家保险集团处理其资产，其中包括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安邦曾经有过大幅扩张的历史，2014年4月和9月曾2次增资499亿元人民币，将注册资本提升至619亿元，成为业内最高。不但将资本金182.8亿元的中国平安集团甩开几条街，更是远超注册资金424亿元的人保集团，成为当时最大的保险企业。安邦的保费也实现38倍增幅，成为保险业最高调的黑马。短短3-4年间，安邦的资产从1000亿元迅速膨胀到近万亿元。根据中共保监会发布的《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保险资金可在境外包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在内的发达市场进行金融和不动产投资。2014年，在中国境内攻城略地的安邦系开始在海外进行大手笔并购。最出名的一笔交易就是2014年10月6日，安邦集团豪掷120亿元收购了希尔顿集团旗下位于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10月13日，
安邦集团花费20亿元收购了比利时菲迪亚保险公司100%股权。12月16日，花费了16.96亿元收购了比利时德尔塔劳埃德银行。随后，安邦进军荷兰、韩国、英国、日本。以安邦人寿为例，截至2016年年底，安邦人寿总资产达到1.45万亿人民币，其中海外保险资产达9000多亿人民币，占总资产比例超60%。到2017年，安邦集团已经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139位。安邦海外投资引起中共对资产大规模外流的担心，当时数百亿美元资金的外流影响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安邦的高调海外并购被习近平当局紧急喊停。当时中共党魁习近平权力正处于上升期，就要到巅峰时刻了。2018年3月11号，中共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习近平取消了中共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可以无限期执政了。而在当时，习近平的任期本来应该在2022年结束。这项宪法修正案还包括把习近平思想纳入宪法，这是毛泽东以来其他中共党魁都没能做到的。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后，邓小平就把国家主席最多连任2届的限制写入了中共宪法。邓小平还支持集体领导制。对吴晓辉的抓捕有着复杂的因素，其中有习近平对国进民退的推崇，他见不得安邦这样一家私营企业就把老牌的国企如人保集团踩在脚下。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是一个很记仇的人，里面牵扯到他与邓小平一家的私人恩怨。据说在中共已故的元老陈毅之子陈小鲁的牵线搭桥下，安邦集团总裁吴晓辉结识了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后来吴又攀上了更高的高枝，娶了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瑞，从而冷落了习家姐夫邓家贵。据中国问题专家高鑫介绍，习近平非常恼恨吴晓辉，在陈小鲁引荐给他这个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之后，却目光短浅地嫌他习近平的大腿不够粗，转而投奔了邓家。曾在亚洲从事银行工作的侯伟说，在中国经商的基本规则之一是，每个人都是一条被牵着的狗，没人有自由，党不给任何人自由，只是用皮带牵着他们，时紧时松而已。吴晓辉是绑在党这条锁链上的一条狗，习近平何尝不是呢？2017年，习近平手中权力高涨，习借着这样的权力优势出了一口恶气。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象征吴晓辉传奇时刻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就要重新开业了，而习近平此时的权力却被大幅削弱了。中共四中全会可能为习近平权力走势的一个看点。如今中国经济疲态尽显，中共央行9月22号连续第4个月维持基准贷款利率不变，人们都在期待中共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化。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出口增速放缓至 4.4%， 创下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8月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创下自去年以来最弱增速，凸显经济阻力和国内经济放缓。今年眼看过去了3/4，中共全年大约5%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否达标，至今还是一个问号。法国兴业银行认为，中共国内政策的下一个关注点是10月召开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届时政策制定者将审议第15个5年规划的提案。华尔道夫酒店下个月就要重新开业了，这仿佛是习近平权力的一个钟摆。中国大陆出版的《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因涉嫌影射中共党魁习近平，2023年10月被下架，目前已经重新上架。这也从侧面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大不如前了。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